大家好，我们是大 大怎么叔中中中文，文文就没有点有默契？回音是吗？不是，没有默没契是我们的特色。是，对，那我们今天讨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，先给大家卖一个关子啊，就是这个话题呢是李灿老师自己参加过，然后我跟理查老师是参加过别人的。那这个提示非常明显了，大家太明显应该马了吧？上就猜出来了。对，对，是啊，所以我们讨论的是这个婚礼啊。灿大叔的婚礼，我是非常非常好奇，到底是传统婚礼还是怎么样的进行方式呢？对，我我觉得也好奇，因为从来没听嗯，过。对对，中国这边婚礼有时候感觉都也不中不西的，大家发现没有？就是嗯，有很多就中国本身民俗的东西，但有对很多西方的这个，比如穿个婚纱呀，走啊走啊这样的，一般会布置一个台面嘛，对不对？在酒对店里，对对，我们也啊哈，是这样，我们没有反传统，我们也不是特别的传统，那种但是这个变特，化是最近几十年发生的，因为我看我对对父母小时候，我看我不是，我看我父母他们那个结婚的照片，还有其啊，他的同对，龄人的父母结婚的照片，都是嗯，那种穿红色的这个衣哦，服，对对对，然后特别浓的妆，然后没有这个白色的婚纱。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，基本上都是穿白婚纱来我感进觉就是行婚礼。咱们父母辈他们那个时候的结婚还是比较简单。我记得他们当时的个电器，就是一嗯，个是自行车也叫电器，还有一个嗯，缝纫机，还有一个什么的，缝纫机就缝衣服那个嘛，还有一个什对，么东西来着？反正那个时候就物质生活比较低一些，大家要求比较多少一些。现在结对，婚其实都相对都会比较隆重，也是比较会破嗯，财的，就是对，都会用了很多很多钱才能办起一个婚礼。其实就是嗯笨的话，咱们两个都生活在这个大陆，估计这个嗯哼，流程是差不多的。没吃过猪肉，你怎么看过猪跑啊？就出走，你们两个虽然没有参加过婚礼，但肯定参加过很多别嗯，人的婚礼，没有自己的婚礼，对，所以当伴郎啊。对对对，你这倒是，大概流程是怎么样的？大陆这边的话，大陆对对对，这边的话，我觉得南北方可能有一些不同。那在嗯北方的话，我们一般会是在早上去这个，如果是这个我是伴郎嘛，我可能就去这个新郎的家里，然后帮他一起准备一下，然后跟他一起去在他家门口放鞭炮，放完鞭炮之后，我们一起去新娘家去接亲。那接亲的过程中呢，我们可能会玩一些游戏，在那边闹一闹，然后想办法把这个新娘从那个他们家里接出来，然后跟着车队，我们会去一个酒店，大家一起吃喜酒，看这个婚礼的典礼，然后最后这个新郎新娘可能挨桌敬酒，大概这样一哦。个流程就结就束了。没啦。你们怎么这么仓促就结束啦？对啊，感觉我已经这像台湾来说，嗯以台嗯湾来讲，我个人参加婚礼还蛮多的。那因为嗯我个嗯人会摄影嘛，所以啊，我对拍了不少婚礼，所以我觉得嗯流程大概跟Ben叔说的差不多。我记得我嗯去拍摄的第一家这个朋友的婚礼，那我朋友是南方，所以我嗯也是去南方。那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我看到他们在布置礼车。那个礼车啊。的前面车头一定要放两个娃那娃，两个小人儿男啊，对女这对对样子的，对，然嗯。后呢绑一些彩球这样子。很多那另外花吧，我记得我们放一个大的，在车顶放一束大车门，的这个花。像我车门、车头都有。然后呢，这是第一个嘛。然后再来就是说，我记得那时候男方就准备很多红包了，工作人员很多，每个工作人员都嗯要发红包。那这个礼车什么布置好之后呢，男方会去女方家接。这个礼嗯，车出去的时候就要先放一次鞭炮，让就是大家都知理查老师，你们那边大概什么时候接亲？早上几点钟左右啊？哇，很早诶，我嗯，我我遇过的婚礼最早的有大概至少7点8点就差不多要出发了，很早。对哈，我对，们更早，然后的我记得天没亮，因为不是我自己婚礼还罢了，我朋友婚礼我那时候回去5、6点钟就出发了，就去新娘家了。对，反正然接来之后后也不是马上去酒店，还要到处嗯，到处浪。对可是你们一我们般不都是晚饭吗？对，我们是那晚饭，从早然后是上一直到结婚晚上。婚宴啦，婚宴是晚上。
对在台湾婚宴大概是中午或晚上开始。啊，我们是中午啊，北方一般对是中午。对，然后反正礼车去新娘那边的时候呢，基本上放鞭炮，那其实差不多诶，因为我们这里新郎要见到新娘，还要经过重重的考验，一样，那对，基本上两个伴郎两个在星新郎的旁边帮忙嗯，解围的，对，那有一卡车的伴娘陪着新娘。然后他们新娘就会在楼上，在那就是身坐这个神龟当中，等着新郎来去迎娶。但是呢，没有那么容易。在台湾基本上会伴娘们会设计很多关卡，他们对，会准备一些那个小小大字报或者是那个字卡，然后来考验。像可能第一关就是要求新郎要新娘抱伴郎，然后转10圈，然后之类的小活动，或者是心心相印之类的，猜猜看一些新对对娘的一些个性或者是什么，你通过考验了，你才能够进去房间去迎娶这个新娘。所以这个流程大概都是这样子。把新娘迎娶出来之后，我记得新娘要坐礼车去新郎家的时候，新娘坐进车子里后，会把那个车门刷下来之后，会丢个扇子。对，扇子吗？扇子，对，哦，而且哦，是绑好为什么？的扇子，丢在哦，门口，表示这个已经是嫁出去的女儿了。那这个新娘的妈妈在这个新娘车离开之后会泼水，因为女儿是泼出去的水，所以妈妈会泼水。这是传统的一些礼仪都是这样子。到了新郎家之后呢，会有个茶童迎接新娘车。那新娘开了门之后，还有一个伴娘会帮忙撑那个遮阳伞，就是不要让新娘碰到晦气的感觉，所以会撑伞挡住那个阳光。那下来之后，那个茶童会喊说新娘出轿，喊得很大声，然后手上会拿个水果篮，里面有2个橘子，大吉大利嘛，橘子。然后在进新郎家之前，要先过火炉，新哦，娘真的吗？要跳一个火炉，跳完火炉还要踩那个瓦片，要把瓦片踩破。对，这都是辟邪的一个步骤，所以那个就是台湾那边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吗？有这么都这么，标配，这是标准配备。我感觉比较复杂哈，咱们这边我感觉比录对啊，较简化。因为我们不会准备火我炉吧？去我去录的每个婚礼，几乎讲究传统的都嗯，会有这样的流程。之后就是一些敬酒的一些流程，那个很多很复杂。那个新娘会拿出一盘茶出来，那长辈们重要的长辈，像男方父母哦，或者是一些舅舅啦、叔叔伯伯、阿姨之类的，就会在客厅里面等着。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新娘到了新郎家之后要敬茶，这个我不晓得大陆有没有。那敬大陆茶的话，一般是婚礼上才进行敬婚礼茶的。中，对对哦，对，那个对，婚礼就是另向父母外的了。敬茶。这个我讲的都是迎亲的一个过程。嗯，那个茶盘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茶杯，然后就开始敬茶。比如说呢，对，先给男方的就公公嘛，哦，男方的爸嗯，爸，然后媒婆在旁嗯，边全程陪伴，因为媒婆要说吉祥话。你们那还有哇，媒这个婆的吗？哎，怎么我们对啊，的自有，由媒婆恋爱的吗？不是我第一次听说有媒婆在媒婆不是婚礼。撮合2个人就没事了，媒婆啊，是要能言善道，会讲很多好听的吉祥话。我去拍的那个过程，那个媒婆嘴巴之国学常识之丰富，然后那个顺嗯口溜、吉祥话，啪啪讲一大堆。所以跟公公敬茶的时候，公公就这样喝完了。嗯，然后呢，公公会把红包卷起来之后，嗯，塞到那个茶杯里面。对，好，这嗯，是我们的习俗。哇，然后媒婆就开始口若悬河，啪啪啪讲一堆吉祥话。哎呀，什么代代出好子孙啊，哦，什么什么的啦，哦，什么什么，反正讲一堆就对了。所以这个媒所以他们的婆是一个朋友还是一个职业？像个职业。有可能是朋友，有可能嗯是朋友，也可以是职嗯业。对，啊那朋友的话，可能自己的亲戚有很会嗯讲话的人，或者是这对新人就是这个媒婆所嗯，撮合的。对，然后呢，要比如他所以们是自由恋爱的，没有媒婆，没有人撮合，那那就随便通常会请一个亲戚，媒婆一定要有，啊，一定要因有这为媒啊，婆说好听话，一方面是吉祥，二方面是嗯炒气氛，会让整个气啊，氛，你听他说吉祥话，你会觉得很快
很有对。快感，就是会觉得哇，就是很吉祥的感觉，这样。那真的理查老我感觉，师听起来这个很复嗯，杂的流程，你们是对，找一个婚庆公司来包办所有的一切，还是说这个新郎新娘自己来家里人来准备这些事情？对，基本上在台湾婚礼分2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就属于迎亲的部分，这个部分通常会请家族里面熟知整个流程的人，长辈们啊，一起来处理。那属于婚顾，我们这边叫婚顾公司。婚顾公司嗯的部分是处理婚宴的部分，也就是嗯他们会张罗场地，还有整个婚礼婚宴的流程。我们这边不处理嗯属于迎亲的部分，我们这边的婚顾公司是处理属于像嗯。拍婚纱，还有婚礼本身那个宴会的部分，这个是对对婚顾公司负那责的。灿大叔好像在大陆，我们其实包括早上化妆啊什么的，拍摄像啊都包括，对对吧？我们对的，对对对，但是迎亲的话好像也，嗯因为我这个很奇怪，因为我老婆是北方人嘛，就当嗯时回去的时候是让她住了酒店里头，所以前面这个迎亲部分其实就没法完全按当地的习俗来进行了。台湾也会这样，有时候是嗯，这样，对对对，有时候是在一个嗯酒店进行。对，但我就觉得啊很奇怪，就是我们那边的这个习俗，以前我还不是特别清楚，但我知道我们那里的这个婚宴，一般是在晚上，晚上是及时良辰嘛，一般就是嗯6、7点对左右这样。对，白天的话，我当时也很好奇，白天这么长时间干什么呢？后来我自己就参加了一次婚礼之后，我发现就是早上很早就算迎亲了之后呀，就是也有摄像的人跟着拍。对就在我们对城市里各个景点到处去拍照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特别无聊，然后还要摆啊。这些这样笑啊，这样就假笑，可然后还有是这个一般是在北方，一般是婚礼之前，你可以啊找一个摄影公有司，然后你们去就是各个地方像拍婚拍。纱、拍婚和婚对纱照纱照不一样，它因为哦，它会这个不一样的录像最后会生成一个碟要去片嘛，剪接了。对，对最后对对对，它就有，反正穿是插用了。我不知道是整个南方是这样，还是我们那个小嗯县城是这样。反正因为我以嗯前不是特别了解，但是我朋友的婚礼我参加了，也是这样，白天就没事儿干，就到处跑上一整天，到处拍照啊什么的。嗯，然后哦，那你们也当时不会很享受吧？我觉得这个过程。不享受，真的不享受，结婚，很结累。婚是我认为结婚是最累最累的我觉得一个，结婚是最累的，第二累是拍最累的，婚纱照。我当时和我老婆说过，真的很累。咱们再也不要结婚，不要离对，婚，我不要离婚。我去拍结婚的，真嗯，的那新人累到不行，真的，是我觉得结婚都是为了那个仪式做给人家对看，真的仪式，真的对，超太累了。累的。像我去拍迎亲的时候，嗯男方我有拍过女生为主角的，就我到嗯女生家去，所以我变成我拍的都是属于女方的家里的状况。那对，在等男方来之前呢、女方新娘是在家里化妆，他们会请一个化妆的这个小姐帮忙那样化妆，然后对，教这个新娘怎么做，然后当然这个新娘的妈妈会煮很多好吃的等新郎来，那还会金饰吧，会准备很多金饰。新郎来了之后，很快很容易就知道，因为我们会放鞭炮，那个鞭炮就表示新郎车来了。那新郎来的时候一样，我属于新娘方的部分，就会他们有很多考验哦，比嗯如说像新娘在2楼，男方要上楼梯都不是那么容易，他可能会在这个楼梯可能有好几个伴娘在那关边卡是吗？设定对对关卡，对对对，对。嗯然后呢，通过之后，新郎新娘一块在大厅的时候，他们基本上你就会看到这个就是新娘坐在那儿，然后爸爸妈妈开始帮新娘戴一些金饰了，然后他们就会戴一些金项链。那比如说戴戒指的时候，这个我想都一样。比如说新郎帮新娘戴戒指的时候，这个新娘的妈妈会告诉新娘说，你的手指要微微的曲起来，不可以把这个戒指完全套进去，不然你就会被老公套牢了。对，所以我们啊，不能够嗯把这个戒指不可以戴到很死了，就只能到这里让它带到一套住，不能再半，戴进去了。对，我感觉所以台湾讲究好多，我发现，Ben 很多，是不是？然后对，新郎来的时候，大聘小聘都有，非常的多那个礼聘，嗯有那个有点心，有传统糕点，然后还有一些很多补品什么都有。那金饰也很多，
那最后呢，这个丈母娘会帮这个女婿还有女儿戴这个金项链，然后他们就开始合影。离开女方家之前会做很多合影的动作，你就看到这个新娘一直哭啊，要拜别妈妈嘛。因为里面最惨烈的情况就是新郎把新娘迎娶走了，那个时候，那个新娘要拜别父母亲，那就会新郎新娘一起跪在地上，然后那个新娘一定哭花了脸，这肯定的。然后跟那个爸爸妈妈抱在一块儿，很伤心这样子。然后因为离开这个就等于离开自己对的娘家，对对，那个新娘会哭得很惨，那个本惨不来补好忍睹的妆都惨不忍睹，那个妆都哭花了，很惨这对样。那男方通常也蛮感动，也会哭了。最后呢，会请那个女方的爸爸妈妈说一些话，跟女儿说一些告别的话。那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新娘离开的时候上了新娘车，她会把车门拉下来，把那个扇子丢出去，然后新娘车离开了，那个妈妈就会泼水，泼一盆水，表示女孩子就是泼出去的水，就是别人的人了，就不会最好不要回来了，对，就好好在夫家尽自己的妻子的职责这样子。所以在台湾大概这些流程都会有。那基台湾比本传统较我觉得很好，传统，在大陆我们好对，像被压缩了，压缩了基本很多。上理查老师提到的都拿到那个台面上了，对吧？对对对对，我还们是有嘛，那些基本对不对？都在婚礼，就是哦婚宴的时候举行，比如说戴一个戒环节等指呀，于说，那个环节有专门环节戴戒指呀，也没有说要把指头弯曲起来，大家都很这个一开心的定要，戴进去。这个在台湾一定要，女生一定要把嗯，戴戒指的手指头曲起来，不可以让对男生完全戴进去。还有就是改口，改口好像也是在这个婚也是在宴时候，婚礼的那个对，台上，对吧？敬茶，然后给钱什么的都是这样。嗯，但是有一个司仪的话，会讲一些很感人的话。一般情况确实，这个新娘都会眼泪汪汪的，大概会。但是在婚宴现场，可能不至于哭的那么夸张，我觉得不至于在当着那么家里那么。多人的面，对对对，对，像这些仪式在台湾嗯都是在迎亲的时候进行，也就是说在男方家、女方家进行。那你婚宴的时候，你们有什么活动吗？婚宴的时候，台湾的婚宴话，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宴客为主。就吃然饭为主，后呢，嗯，对，就是吃饭。那当然，这当中婚顾公司会安排，比如说新郎新娘上来，然后双方的父母上来，一起对宾客致辞，说一些话，然后大家拥抱握手，然后宣布两家成为一家人。那在这个婚宴的过程中，婚顾公司会安排一些有趣的活动，比如说他们会说，各位宾客，看看你们这个酒杯下呢，有一张纸，上面有一些号码。现在我们请新娘上来抽号码，然后抽中，如果抽中你的号码，你就可以上来跟新郎新娘互动，或者得到一些小礼品，就是会穿插这些活动。那在婚宴的进行当中呢，新娘基本上会准备3套衣服，新娘服，然后在婚宴的过程，每一段时间就会去更换，然后跟新郎一块儿上台继续致辞或带活动，然后带完了，就可能会看看一些他们结婚的花絮，或新郎新娘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史的一些这些一样的，一大概样一样的，这些应该都一样的。我觉得是一样的，婚顾公司安排的几乎都是一样的。对，那对啊，放再视频来就看成对，然后长的故事，再来就是比如说婚宴快结束的时候，宾客要离开的时候，新郎新娘会在门口等，会拿着一篮糖果嘛。那离开的时候就会大家跟新郎新娘合影拿糖果，这样我想都差不多。我这是看大陆这比较边确实好西式的啦。像有西式一些，就是它一般情况会有一个走红毯的这个仪式。姑娘一般是她爸爸牵着她的手，然后送到这个有，新郎手里。台湾也有这个吗？有，这个会有。一开始都的时一样哈。候呢，啊一开始的宾客基本上在台湾婚礼，大家都会习惯性迟到。对，为什么？会比规定时间晚为什么？半小时左右。这一定是不晓得为什么，但是一定要的，就是它上面写12点，大概所有人都是12点半或多才会到。那所以基本上呢，婚礼写12点，可能实际上1点才开始。那开始的时候灯光就会暗下来，然后呢，后来在那个入口的地方灯突然亮了起来，
大门一打开，你就看到新娘非常漂亮的风光的出场，然后走着红毯进来，然后是穿着司仪就会白色的婚纱吗？还是不一定是中国白色，传统？反正就是看新娘喜嗯欢穿怎么样的婚纱，一定是最嗯漂亮的那一套嗯婚纱。那再来司仪就会请女方的爸爸来嗯，这个接过这个新娘，然后对，父女俩呢就走红毯，走红毯走到一个地方之后呢，司仪就会请新郎在红毯的中间等着，嗯新娘的爸爸就会把新娘的手交给新郎，表嗯示一个交接仪式嘛。我把女儿交给你了，然后基本上新娘的爸爸都会说一些感性的话。我把我养了一辈子，好像不感性，我把我养了一辈子的女儿啊，就交到你手上了，你要好好照顾她。然嗯后再来，新娘跟爸爸就会抱在一块儿，通常又哭花了脸，对，通要哭，常是这样，一定是哭对，花了脸。然后爸爸对，也哭花了，没有哭花了，爸爸也痛哭了。嗯，然嗯后新娘就到新郎旁对，边，手牵着嗯手就到台上去，这样子。对，对，所以这个流程都是，就几乎都固定了，都是嗯。这样子。我想问问灿大叔，因为灿大叔你自己经历了这个婚礼，然后想问问你，你当时你是很沉浸在那个婚礼的那个真情实感中，还是你在想，哎呀，我下一步要做什么？我下一步我是不是要，就是你会想后面的安排，自己不能特别的投入进那个喜悦之中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就是嗯。可能会更抠流程，还是更享受这个过对，程？还是享受，因为毕竟嗯，是婚礼，你要享受，但是另一方面，可能婚庆公司给你安排好了好多事情，对对对。你可能要对，想是不仪式是每很多，一个都做到。其实对，我觉得可能人在那种状况下，更多的应该会注重流程，就千万对，不敢弄错。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戴戒指，我还戴不进去，我太紧张了，嗯，因为底下很多人看着，就会搞不懂，对啊，哎，戴哪个手指来着，就嗯，会这样。真的真的，当时反正我觉得这有多个婚礼，少人？那个时候你的宴席有请了多少宾客？哎呀，反正一般情况就是一个大厅嘛，都坐满了，都嗯，十几桌人应该有吧。嗯哼，一个大关键是好，酒店里是吗？还是对，一个饭店？大酒店，一般人都主要嗯是我父母他的朋友，嗯我自己朋对，友很少，因为我的朋友都在西安这边，那个时候嗯哼哼很哼哼，少会回去，基本都是我爸的朋友，我也不认识嗯哼，他们，所以所以还有所以就是你的朋关于友很少，大部分都陌生人啊。对对，大部分都陌生人。这关于嗯有一点，就是我老婆当时觉得很奇怪，就是像我们老家的话，就是举行婚宴的时候，婚礼这个进行这些各种仪式的时候，我们老家那嗯些人已经开始吃饭了，就大家是啊，边吃边欣赏你这个仪式。好像在西安这边呢，是你举行仪式的时候，大家都默默的看着你，看完之后再正式的吃的。所以就一个很尴尬的地方，就是等到我们这个仪式进行完之后，我老婆就去嗯换衣服了，换了一套这个敬酒嗯，服、对对旗袍一对对对样的衣服出来的嘛。对对对，出来之后嗯发现好多人都吃完了，有些人都默啊，默的起身的走了，啊，真的真的有这样。那太不给哎，面子了。等等，陈大叔，嗯你们酒店的嗯，这个提供餐点的方式应该是一道一道上去吧？对对是不是？对哦对，，OK，所以到后都一样。面可能没有菜了，是不是？就不是菜倒是有，但是就是很早他就提供上来一些冷盘哦，了，太早了，嗯对，太早了。提供上来之后，他可能因为我自己在老家，我不是特别熟悉这些东西，我很少的，对，我很早就出来了嘛，所以他们的流哦，程我觉得也挺奇怪的，就是我们呢准备开始敬酒了，很多人都吃饱了，慢慢都准备走了。我还发现，就是以是啊，前很早以前，不是中国这边，比如说婚礼的时候，大家都故意会灌新娘啊、新郎酒啊什么的，把她啊，灌醉。对对，就是对，我发现对可能我结婚那个年头，慢慢大家这些风气已经没有那么重了。当时我们对，喝酒的话，会兑了可乐或者雪碧，都随便，也没有做那么讲究。嗯还有，我觉嗯哼，得可能中国这边就是婚礼的话，有一个闹洞房，可能有些地方闹得比对，较凶。笨道叔，你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闹洞房？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意思。闹洞房就嗯是嗯，因为婚礼当天结束的时候，新郎和新娘他们要就是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对吧？入洞房。要度入过这个洞房，新婚之夜。对对对，那这个时候，肯定是要大家在一起热闹一点儿，就是去
不要让他们那么容易的就就回到自结束了。己的新房，对对对对吧？需要就是热闹一些，大家一起玩一些游戏啊，或者是惹一惹这个新郎新娘，这样的话让他们觉得闹一闹他们，更对不对？有意思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更有气我氛。我前几个星期看了一部电影，就是李安的那个《喜宴》，所以我才想起这个话题，就是当时他闹洞房的环节，我可能觉得和台湾有点像。他们当时是那个在酒店里举行的，当时一大帮人一开始的时候就假装是服务生敲门 room service 这样敲门，那新郎说不要开门，新娘来不及已经开门，就一大帮人呼拥而入了之后呢，他们就很夸张，带了这些麻将桌呀各种玩的东西啊，就准备我们不准备走了，就这种感觉。然后他们一些流程就是，比如说让新郎新娘躺在床上，躺在被子里头，衣服一件件脱完，脱光了为止，我们再走。台湾有没有这样的？这个是我电影里看到这样。实际上这不是在台湾的电湾，影吗？这个对喜宴，对对，对吧？喜宴是李安导的嘛？李安导因为演的嘛。基本上，我觉得在台湾我已经没有看过闹洞房这种仪式了耶。我参加的婚礼也都没有闹没有，我洞房觉得的这个对对对现在环节了。我参加过那么多婚宴婚礼，我已经没有看过谁在闹洞房了。比较闹的就是新郎去迎娶新娘这个过程而已，其他几对，乎没有什么比较离经叛道的闹洞房的方式。大家可能汉大叔都越来越有是吗？文明了，我觉得可能越来反倒越文明了。是嗯，前几年，这几年我真的没有听说过了。前对，几年我真的常听说过大陆有很闹的那种闹洞房方式，闹到已经让人生气，或者是太过分的。他会闹那个伴那个好像是娘。明对对星吧，一般是明星，不对，好像闹到已普通人经，闹我还听闹洞说把房多吗？新娘整个抢走了，怎么样的那种闹的方式，就已经太夸张了。对，对，有些地方很夸张，我感觉像是不是地域歧视啊，我感觉好像山东那块儿好像比较多一些，他们那地方就是民风更为淳朴一些。剽悍嘛。我觉得也要看城市和那个对农村。我觉得农对村可能多一些，他们的那个婚礼的习俗会更多，但城市对，的话都简化了，都大家可能就结束了，喜宴结束就各回各家了。我觉得，我觉得我几乎没有看过闹洞房的这个程序了，但是有时没有。候在婚宴有很多新郎新娘的好朋友，比如说大对学好友，或者是工作上的好同事，他们会闹，在婚宴上闹，比如说他会请新娘把鞋子脱下来，高跟鞋脱下来，就直接倒酒了，然后叫新郎啊直接从高跟鞋喝酒。啊，哦，这样已经是蛮闹了，我觉对得。对对对，我们的感觉是这样已经蛮闹了，但是当然新郎还是会配合，但是就是说，我们如果不要说闹洞房，有闹的这种动作，基本上婚宴偶尔会有，这个倒是有听对，说过。所以我感那觉好像都简化了吧。当时我结婚的时候，最后就回这个酒店了，就是我伯伯，就是我们家里就长辈了，因为我奶奶那个时候已经过世了，我伯伯是最大的人了，他当时就是我记得在那个酒店的门口，就在那房间的门口说了一大段话，感觉像咒语一样，我都听不懂说什么，说了一段可能反正也祝福话嘛，或者一些那个讲究的话。说完之后就关门了，他们大家就走了，确实也没有这个闹洞房的这个情节。我小时候，我大概才不到1岁的时候，我妈妈带我去参加我大阿姨的婚礼。那我妈妈比我大阿姨还早结婚，所以那时候我那时候才不到1岁。那我那时候在婚礼上，好像我妈妈抱着我，我们这个有时候我们台湾是被冲到、被煞到了，所以啊，我妈妈说我那时候被我大阿姨穿着礼服，我就突然看到我就狂哭狂吐，然后我妈妈说我被煞到了，所以赶快抱我到房间去。我那个外婆赶快去买一把那个什么宝剑之类的，就把它藏在那个床底下。后来过了大概1个小时，我就慢慢不哭不吐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在比较传统的旧时代，好像常常听到这种婚礼或丧礼会有煞到人的那个故事或怎么样。哎，婚礼不是很喜庆的事情，为什么还有煞气这种对，说法呢？所以这个东西你有时候可能就嗯，是因为你的生辰、你的个人磁场或什么的关系会有冲到，所以那时候就会哇，哭的吐的很惨其实我这样子。小时候就挺喜欢，就是别人结婚的，真的，因为在村里头，就是
整体物资比较很热匮乏，闹。很少吃到很好吃的东西。嗯婚礼的时候一般能吃到很好吃的东西。我还记得就是最后一道菜就是红烧鲤鱼，我特别特别喜欢那个菜，就记忆特别特别深刻。然后婚礼的时候，一般情况下，他们女方嫁过来的时候，会用拖拉机啊拉一些东西过来，有被子呀，各种这种东西家用的东西嘛。我记得被子里面会藏这种染过色的那种鸡蛋，壳是染成红色的，孩子们可以去拿去抢。对，红蛋 OK。对对，这些感觉是那个时候保留的比较多，现在反正越来越少了。这种在台湾红蛋的话是满月的时候，小孩满月的时候有，是。我不晓得你们那里有没有。在我们这边，小孩出生满1个月之后，我们要送满月礼。那通常会送油饭、鸡腿油饭，然后还一定要有红蛋。那红蛋一定要这样敲额头这样吃，就表示会比较聪明这样子。然后，所以我们满月礼都是这样。我想问你们，就是说，我们刚刚讲的是一般家庭办婚礼的状况。那如果在大陆是比较穷困的家庭，他们是怎么办婚礼呢？他可能没有办法，有那个钱去办喜宴，那他们会怎么办婚礼？也有人完全不办婚礼吧？现在年轻人对，有些人就旅游结婚也有，年轻人旅游结婚的也有。像台湾的话，我们蛮提倡公证结婚，就是说，对，新人到法院。那因为在我们这里结婚的条件就是只要有2个人以上的旁观者，然后公开仪式就可以算结婚，就可以登记。所以基本上我们这边有一个叫这个法院公证的结婚方式，就是你如果没有钱，只要透过这个方式，你们也算是成功的结婚了，成功有这个关系。那所以在这个法院公证结婚呢，就是属于比较没有钱的家庭或新人会选择这个方式。法院里可能有好几对新人一起去办，那不就领证一样的吗？和大陆就是去领个证。可是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过程，就叫法院公证。那有时候这个法院为了让新人觉得他们不孤单，没有那么也没有那么没有回忆，所以法院有时候会请市长啦，有时候会请什么部长啦，会请一些有头有脸的人来帮忙证婚，那会给新人一个惊喜。哇，今天请的是郭台铭来帮大家证婚，那大家就觉得一个惊喜，就不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钱办婚宴是一个会没有回忆的事情。所以在台湾比较属于穷困或者是新人有时候没有钱，那他们可以透过公证结婚的方式，一样可以有结婚的。理查老师，我觉得在大陆，我们无论这个富裕还是贫穷，还是要办婚礼的，因为毕竟你肯定被你的朋友啊、亲戚啊邀请过去参加他们的婚礼，然后你可能那个时候你随了很多份子，你要收钱所以这个婚礼我们是要把这个钱收回来啊。对，我觉得像我们是在婚宴门口的入口，我们会签一样会收礼金，对，都一样收礼金。所以我跟我妈妈就是常常去一些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人的婚礼，然后我们就好像李灿老师刚才说的，我们在那边吃，我们也谁都不认识，然后这个桌子的人我们也不认识，我们就想快点吃完快点走，就是过来就是给钱的，给份子钱的，是这样。常常是这样吗？你们那一桌的人都不认识，常常是这样吗？很可能都不太熟的话，不太熟。像我参加的婚礼的话，在台湾婚顾公司一定会分区，就这几桌是男方女方是会分的，但是这一桌的话，基本上这些人我都会认识，可能都是同事，可能都是朋友，可能都高中同学。就有些人他们相互认识，可能会自己坐到一块儿，这是有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觉得很多同学他们将来到大陆或者台湾，他们可能要参加他们朋友的婚礼，所以可能这些同学会有疑问，给多少钱啊，算是一个合理的份子钱？对，合适的，对。在西安是这样，一般的同事关系不是特别好的，就一般200到300吧，我看好像就最少要200块人民币是吗？起码你要100块很难看的。你要好点的朋友，我觉得也挺难看吧。这东北可能更多，这个通货膨胀，物价涨这么快。反正要是好点的朋友的话，你肯定得多包点，700、800、1000都包过。我最好的朋友包过1000多，反正是这样。对，好朋友应该关系特别好，应该是1000左右。对，那就是说，
不要太难堪的，面子上过得去。我觉得200-300 400、可， 300、200-300。西安的物价200-300可以，我不知道东北怎么。 OK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在台湾嗯差不多。如果是好朋友的话，嗯， 1000人民币起跳，对对1000对，人民币是吗？在台湾的话，对。那那最少在台湾也是200，最少200至少如果人民币的话，至少也要快200吧。现在没有会人包过少于200的，太难看了，因为100块钱都买不了那什么东西。我们台湾是我不晓得，我们一定要包双啊。就是说，比如说你包2200，包1200，哦，你一是这样定有双，啊？或者是3200，或者是5600。那当然不要有4的，不能有4的数字，双的基本上都是双。对，会给什么666啊、888？有人要特别的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对，你要比如说比较上心的，可能也有人这样包。对对，我们红包很重视双，一定要包双，然后丧礼一定要包单，那我们很重视这个。我感觉台湾怎么好多300东西就不可以都比较是吗讲究啊。我们很讲究这个包的数字。所以在台湾300不可以，200、行400、600是吗？200可以，400不行，有4出现都不行，绝对不能有4。那24680都可以，4不行，2680 2680，对都可以。嗯那你要包888，那都无所谓，都可以，没问题。但是一定要双。对，我觉得就是大家量力而为，因为这个包份子钱是要支出挺多的。有些比如说同学好久都不联系了，有时候我马上结婚了，说你来不来参加？很多时候可能是我根本不可能会参加的。但是呢，他说了话，你可能有些碍于自己的面子，你还是会包个钱或者什么的，也有。有些同事如果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同事，他寄那个喜帖来，我也选择不去了，我就不去了。那你会因为你有回应吗？你有包的人才有喜饼可以拿嘛。对。那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从宾客的角度啊，那我现在很好奇，从从新郎的角度啊，从灿大叔的角度，你会这个婚礼之后，你真的会把这个名册拿出来看看哪一个朋友给了多少钱？你会就是基本会记在一个册上嘛，就想着以后他结婚了，我肯定得包或者一样的，或者比他更多一些，看交情好一些，肯定要比他多100-200块钱，不然呢，他给你多少再回多少肯定难看嘛，所以这个要记住。那你不好奇吗？我跟他那么好，他再给我这么一点，你会去查一查吗？肯定也可能，我忘了，可能会看吧。人之常情，人之常情，一定会。我记得自己还好，当时就是我老婆一个朋友结婚，他们当时在老家自己办过一趟，然后在公司那里办过一趟。公司那趟办完之后，他们不钱都收回来之后，大家一起在那数钱，数钱看收了多少钱，那感觉挺爽的。会影响友情吗？如果你发现这个人你觉得他应该给这些，但是他给的比较少一些，会影响你们以后的感情吗？不会吧，不会啊，不至于，不存在这个事情。灿大叔拍婚纱啊，拍婚纱你们也是请那个婚庆公司帮忙吗？不，对不对？婚纱专门有找的工作室。哦，工作室拍婚纱，你们我那边们拍中式还是西式的婚纱？都有。我当时是有在室内拍的，也有在室外的。室内也有拍过穿着中式的这个衣服，那种红色的大红的那个衣服，有。在室外也有。我们当时找的还算便宜的，挺便宜的，当天就拍完了。我记得我朋友结婚的时候，他们还本来住在县城里头，还跑到杭州那地方去拍去了，拍了2天。结果最后还离婚了，你说那怎么办？拍婚纱也不便宜耶，花那么多钱拍的。对啊，就感觉修出来特别大气，特别好看，最后人还是要离，还是离了。你这人有时候怎么办？扔马路上吗？这照片？在台湾拍婚纱是一定要的嘛，因为新娘会觉得是永恒的回忆嘛。都一样。通常会找一个景点，然后新郎新娘就在那个景点摆各种 pose， 然后就拍了。对啊，对，那个景点可能会有好多夫妻，对吧？有在那边拍。西安这边我记得那个城墙，你们可能没去过。城墙上面就很多人拍婚纱，因为拍起来很大气嘛。西安这个，对，在那个挺好看的。所以也有工作人员帮你们把衣服什么掀起来扔起来，好像有风吹的感觉。会做这些摆拍，对吗？就是看你这个拍摄的人的水平，有些人就是会逗你笑，和你聊天说话比较自然一些，有些就是你笑一个，
嗯，就是这样。会不好对啊，意思吗？因为周围可能有这个路人啊，来来回回的看你们什他么的。挑的基本我们当时去都没啥路人，当时也顾不得对啊，不好意思，就觉得累，当然赶紧结束吧，这嗯样。对对对，真的结婚了，我觉得很累，你嗯嗯，根本不在乎谁在看了，赶快对对，把今天的事情结束吧。结婚其实对，真的是蛮累的，我觉结得。婚很累，我嗯，真的觉得很累，所以我当时不和我老婆都说，这个弄完真的不要离婚了，这太麻烦，再来一次谁受得啊，了？对啊，真的太累了。对，我去嗯拍嗯婚礼也是哦，我觉嗯，得光我看的人就觉得好累了。对。那灿大叔，你当时婚礼现场，你站在那个台上，然后聚光灯都打在你嗯。们脸上，那个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？这么多年，你叫我想这个，我就是想不起来。当时我觉得是对，肯定是有些嗯紧张的。再说嗯呢，我觉得可能和人心态不一样。有些人嗯就是比如说才恋爱不久啊，闪婚的那嗯种，就心里一直心潮澎湃的，感觉很激动啊，马上结嗯，婚迎娶自己心爱的女人，这样可能上去之嗯，后很开心。我们是毕竟对，好了10来年了，在一起就是比较嗯平静一些，就觉得因嗯，为嗯就觉得要开始过日子了，但是给这个姑娘一个嗯，承诺这种状对，态，所以对，当时会觉得这是一个流程，我们要走完了，也是给嗯父母一个交代嘛。交代，因为中对，国人对，会觉得，要是你没有办婚礼，你都不算正式结嗯婚的。中国人是有这个嗯，心态的，你只是领对对对。个证的话不行啊。对对，那你们觉得为什么这个婚礼在我们文化中这么重要，就是一定要办？女孩子们都嗯不都喜欢一些仪式的感的东西嘛？我嗯，们可能对，传统这样下来的话，就是感觉是给人一个承诺吧。因为越是嗯隆重的东西，越是花费了很多精力时间去准备的东西，肯定它的在人们的心中的分量就越重，而不而且我觉是随时得对，对，嗯，我觉得对新娘特别有特殊意义吧，因为很多女对，孩儿就嗯等这一嗯，生唯一的一嗯个，应该基本对，上是唯一的一次的婚礼，所以对，我觉得，就像灿大叔说的，有时候是给女方一个承诺，或满嗯，足女生一辈子一次的愿望，我觉得是这但样子，好像对父母的交代也是也很也是有也有重要的。我觉得也很重好像父母特别看重孩子办不办婚礼这件事。有很看重，有嘛。为什么呢？非我那常非常，天看那个依依老师啊，就是 Instagram 上，他依依老师他不是在嗯美国结了婚，结了1年多了，然后他妈嗯，觉得他没有结婚，因为他没有没有办婚礼，没有回来补办啊，对我没有们我们对，你没有回来自己的地方办婚礼，那个爸妈会觉得都不不爽，算的，所以对对，常常听到补办婚礼，嗯补请，我们说补请这件都事情，就有都有。回来自己的家乡，你要再补嗯，请一个宴会，对，不一般然就感觉情况就是更累。在你工作地方来一次，嗯然后在你嗯老家来一次。比如说姑对对娘她的老家还在别的地方，再来一次，嗯，对对，反正就会对，来几次了。反正婚宴的话会来几次的。在我父母很们老家当时，重视这个，对当对，时的话，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嗯我姑姑结婚的话，嗯因为女方会在自己家先办一场，然后我们就嗯跟着她一起到这个我姑父家，他们进对行晚宴，这样。当时是在对，村里办的嘛，当时也挺隆重的，我觉得会请很多很多人，做很多很多东西吃。这个对，台湾也很常见，比如说嗯，男方那个地方请了一次，过几天要去嗯女方那个地方再请一次，所以这个对对对，在台湾也很常见。我觉得对，婚礼这个对。事还挺繁琐的吧？不知道就是听了这么多东西，你俩有没有觉得啊，向往婚礼呢？还是觉得哎算了，太麻烦了？我说实话，如果我嗯，结婚，我会选择公证结婚，啊就行了是吧？简单就好了。所那笨嘞？以我对，呃，我觉得理查老师说这个比较难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嗯在中国人文化里边，这个家是一个重要的概念，然后有一个婚礼，就好像感觉这个家很圆，有一个圆满的概念嗯，在里边。然后对，如果而且我们父母这一辈，他们好像他们的社交圈特别的小，就是周围这些亲戚啊，或者是嗯，这个邻居什么的，同事啊。所以就需要一个婚礼来给大家证明一下啊，我的孩子有一个幸结福的婚了，生活，他对对对，幸福了，我也就幸福了。那那对我来说，我比较幸福，就是因为我父母他们真的对我就是不太管，我自己的事情我完全可以做主。但是可能我会因为我的这个文化的影响，可能会觉得还是应该照顾他们，办一下婚礼。我不要对，那种就是自所以贝己纳叔，以后担心你结婚，太多。嗯。你要回去东北办吗？还是你要在西班牙？呃，西班牙办？就是未来的话，就是
我在纠结嘛，如果就是大家都习惯了就无所谓了啊，但我现在有一是如果点很好奇，觉得就是有压 Ben 力的话，会不会找一个西班牙的姑娘？呃，我觉得都可以，都可不一定以，说西班牙，但是全世界我都可以的。你都 其实 OK 哈。照中国的传统，如果Ben 叔找了一嗯个西班牙的女孩结婚，嗯嗯，在西班牙办了婚礼，但是照嗯。中国的传统，你肯定要回东北再办一拖肯定要婚礼啊。对啊，办一次。中国的传统对，就是说啊，你在西班牙结婚不算，你必须要算在老家再办一次再啊。但我办一次。父母不会给我这个压力的，可能就是我可能，其实我觉得今嗯天的话题很重要，因为我觉得嗯很多网嗯，友并不是中国的，对中嗯国文化不是那么了解。他对，们学习中文看了很多中国古代的戏剧，会觉得现嗯在中国的婚礼可能还是那种那个那哎，个对也对，面纱，然后还要这样嗯，子把那个面纱撩嗯，起来那种对，超传统的婚礼。但是我觉得这种婚礼，没有了，古式的婚礼，我觉得几乎已经不可能再看到了。现没有在没有没有，对现在几乎都像灿叔说的是中嗯。西混合式的婚礼比较多了。所对，以这就最个多就是迎亲的时候，比如把鞋藏起来啊，然后让这个对，新郎和伴郎找啊，或者塞嗯。红包，塞红包，然后让新郎新娘让新娘开门啊，这样的，对，可能台最多就这湾是还样闹一闹，也保存没有蛮多这特别，种古代的一些对，仪式，这还有保留下来，是一直蛮在变化，我觉得婚礼的形式。会越来越简单，我觉得好，那今天我们的婚，想想怎么我们的婚礼，说语力。我们三个的婚礼，我们三个婚礼对啊，好，又是非常有趣的一期讨论。那同学们，你们在你自己的国家有什么样的婚礼的习俗？也欢迎嗯，你们评论在这个视频的下方，或者你们对我们刚才介绍的哪一个地方不太了解，有兴趣知道更多的话，也欢迎告诉我们。然后我们下期给大家准备更有意思的话题的讨论。对，我们说一下，再见。下期还有一个神秘嘉宾要来嗯。哦，神秘嘉宾，神对啊，秘嘉宾哦，对对对啊，下期会有很 对，这个神秘嘉宾啊，大家一定对，特别喜下期欢的神会有神秘秘嘉宾，对，那我们敬请期待。敬请期待，对呀，啊，再好，见了，那我们就好的，下期再见喽，大叔摸再见再谢谢大家闪了，见喽，再见。再见，拜再见。拜。